在这条终年不见阳光、灯光昏暗的让人想报警的密谋小径里，空气中除了那股挥之不去的让人嗓子眼发紧的邪能味儿，还透着一种走私行业特有的那种随时准备拎包跑路的紧张感。在这条街道上，暴雪并没有单纯的想给玩家塞几个怪，而是通过一系列极具黑色幽默的设定，给大伙儿呈上了一份关于末日焦虑与社会治理崩塌的深度观察报告。你看看那些平时优雅得连一根头发丝都要专门施个法术来定型的银月城精英们，在面对虚影风暴这种完全超出了逻辑理解范畴的恐惧时，崩溃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这种崩溃，它不是指防线没守住这种简单的物理性溃败，而是一种由于极端恐惧引发的大规模的且极具观赏性的集体智商掉线。暴雪把问题直接怼到了每一个玩家脸上。你看，当这种精致到虚伪的文明被逼到了死角，它因为腐烂变质而散发出的那种社会性恶臭，是不是比邪能本身还要辣眼睛？自从虚影风暴笼罩银月城，恐惧就成了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在密谋小径那帮投机分子眼里，这真实的灾难可不是劫难，那是千载难逢的商机。他们时间节点踩得极准，把商业史上所谓的危机中发现机遇发挥到了极致。只不过这里的机遇是建立在别人的噩梦之上的秘密走私行动的逻辑极为清晰，甚至透着一种冷酷的市场理性。原材料是风暴带来的恐惧，这玩意儿极其稳定，只要风暴不散，供应就绝不断货。需求侧是极度焦虑的血精灵，这帮人哪怕到了末日，脑子里想的还是优雅，还是优雅。供给侧则是邪能，密谋小径的人宣称这玩意儿能提供保护，主打一个以毒攻毒。他们在阴冷街道里利用那帮人对优雅的执念和对死亡的恐惧，搞起了邪能非法集资，推销话术甚至带有一种黑色幽默。这风暴一看就不正经，不买个邪能护符，你出门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或者别看这绿火冒烟，这可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混乱能量，可以以毒攻毒。这群走私犯对心理的拿捏，精准的就像加了百发百中天赋的猎人，光靠话术就把装满邪能的瓶子卖给了那些吓破了胆的居民。这就是密谋小径的基本面：黑暗的街道、秘密的勾当，以及一群把别人的骨髓吸得比吸取灵魂还干净的生意人。在银月城漫长的历史上，这未必是最糟糕的事情，但绝对是最有组织、最讲究 KPI， 也最有持续性的破事之一。这帮人正拿着装满邪能的瓶子，在虚伪与恐慌的空气中，优雅地收割着最后一波智商税。凯斯蒂亚魔理之心绝对算是个极具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位大姐头衔是魔导师，但她在邪能魔法上投入了太多的沉没成本，多到已经彻底无法回头。于是，这位曾经的精英顺理成章地转型成了投机分子，一边感叹我也是被逼的，一边极其积极地收割着由于虚影风暴产生的末日焦虑。凯斯蒂亚对邪能的执着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连自家的宠物法力伏龙都不放过。陪伴他的伏龙叫瑶瑶，这名字起得充分说明了邪能走私犯和普通老百姓在审美上的高度统一。他把原本圣光小清新的瑶瑶强行灌成了喷邪能的移动化工厂。在战场上，这位大姐会声情并茂地喊出一句“瑶瑶，让妈妈尝一口”，这句社死台词的现场画面感实在太强。但打脸的是，一旦移除了那个非法灌注，瑶瑶会立刻清醒，瞬间恢复圣光形态，反手就是一个光明灌注，帮着外人把自己那个自称妈妈的主人揍到生活不能自理，给全银月城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母慈子孝。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个硬道理：强迫换不来忠臣，那只是因为解放者还没拎着武器杀过来。作为一个在阴暗角落摸爬滚打的中层，凯斯蒂亚的战斗套路完美诠释了中层管理者的全部才华。他会用邪能护盾把自己包裹起来，让受到的伤害直接打8折。在伤害减免这个赛道上，他的效率比大多数保险产品都强。他还会召唤一堆镜像去释放邪能风暴，其哲学精髓在于我不需要做得更好，我只需要让场面变得更乱，在狭窄的街道里强行组织一场毁灭性的广场舞大赛。混沌弹幕是他对坦克的专属关照，伤害在跳跃中层层衰减，是一种很有礼貌的群体伤害。先把最近的人打残，然后顺便扫一眼周围的人。战斗开始时，他那句我就用你来乘以警百展现出了一种极其微妙的职业自信，仿佛他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进行某种社会治理的示范教学。但当他最终倒在地上，嘟囔着那句可是我的魔法师，那种充满了怀才不遇的委屈感，真的让人想吐槽。大姐，早知今日，你当初老老实实去逐日者之塔考个编不好吗？非要在这种阴沟里搞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违法乱纪，图什么呢？赞恩认杯，这位大哥的名字听着像个武侠片里背负血海深仇的末代传人，结果职能是个搞非法转运的仓库组长。所谓监督非法邪能神器的运输过程，翻译成人话就是送邪能快递，顺便还产生了一种自己是物流总监的幻觉。最逗的是他的职业信条：手下的人要么照办，要么付出惨痛代价。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这不就是那种在微信群里发收到请回复不回复扣工资的组长吗？只不过赞恩更狠一点，他扣的不是工资，是你的命。他的战斗逻辑完全是围绕着物流业务展开的，逻辑之硬核，简直让银月城的居民直摇头。他最具代表性的技能叫绝命凶镜，这也是密谋小径这个地名的字面来源。换句话说，就是这条街我承包了，谁露头谁死。最矫情的是，他开火前还要花费宝贵的片刻时间瞄准。你说你一个搞黑产运输的，开枪前还得摆个造型，跟那种拍短视频的博主似的，举起水枪先喊321，上链接当日送达。赞恩会呼叫仓库工人朝玩家扔违禁货物，这场景简直绝了！快递员拿包裹砸你，砸完之后你居然还能躲在那包裹后面当掩体，那包裹里装的到底是邪能神器还是防弹钢板？结果到了英雄难度，赞恩还会朝你扔个定时炸弹，货物被炸弹一碰就炸。掩体瞬间变地雷，史诗难度下还有邪能浸透的货物，这批货物里的不稳定魔法几乎无法控制，每3秒对所有玩家造成伤害。银武不听名字，以为要跳探戈，结果是掏出双枪对着人群一通突突，3秒内每 0.5秒对所有玩家造成物理伤害，是一种频率极高、节奏感极强的群体攻击。赞恩用这个技能告诉所有人，他在近战之外，枪法同样不是摆设。他对坦克的专属技能是毒伤，将淬毒的利刃深刺入目标后，会附加断心药膏，减少最大生命值，并持续造成自然伤害。这属于先砍你一刀，再往伤口撒盐，顺便把你医保卡注销了的典型狠人行径。综合来看，赞恩认杯，不管是走私管理还是战场输出，他都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而且对细节的把控欲望极强。他手底下的人要么照办，要么付出代价。这句话放在他的战斗风格里同样成立，要么找到掩护，要么在绝命凶镜里变成统计数字。赞恩从不给人第三种选择。萨祖克斯作为利希尔进怒麾下最强的召唤物，他头衔是歼灭者，听着挺唬人，实际上就是个高级打手。他对术士深恶痛绝，但为了享受破坏的快感，他还是会听从命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雇佣关系，员工打心眼里看不上老板，却因为这份工作本身足够爽，所以选择继续干。萨祖克斯的人生哲学在此处显露无遗，他不是在为利希尔效力，他是在借利希尔的差事满足自己的破坏欲。这个逻辑如果放在某些行业会被包装成用爱发电，但在萨祖克斯这里用的显然不是爱，是纯粹的、原始的、毫不掩饰的暴力热情。和他的战斗完全是一场关于职场暴躁症的现场演示，他的怒气会持续积累，积压到极限后爆发出魔化狂怒。这时候他攻速提升 75%， 但受到的伤害也提高 30%，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防御换进攻的极端选择，一个彻头彻尾的进攻主义者。伴随魔化狂怒而来的是燃烧脚步，邪能魔法从他脚下向外蔓延，留在地面上持续造成伤害，这相当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不宜久留的场所，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空间管理手段。愤怒的他会把主要武器一把巨大战斧直接扔出去，这斧子落地之后，不停地对全场玩家引导魔能闪电，而且效果还能叠加。也就是说，他扔出的武器在他不管它之后，依然在持续工作。这种工具比主人更勤奋的现象，在萨祖克斯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对于坦克来说，萨祖克斯的问候方式极其残忍。军团打击这招除了物理伤害，最损的是降低 80% 的治疗效果。这属于典型的不反对你被抢救，但我让抢救变得毫无意义。他给你留了 20% 的希望，然后用伤害把这 20% 变成一个数学上的冷笑话。综合来看，萨祖克斯是一个目标极为纯粹的存在。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破坏，没有复仇，没有阴谋，没有隐藏的身世，也没有什么令人唏嘘的堕落故事。他就是喜欢这件事，所以他在做这件事。在密谋小径这个充满算计与利益交换的地方，他这种暴躁打工仔反而显得有点出淤泥而不染。在密谋小径这条阴沟里，走私产业链的顶层设计者利希尔进怒，这位大姐可不是一般的反派，她是个有着宏大叙事能力的邪能代购。当虚影风暴笼罩银月城，全城血精灵都吓得躲在屋里修指甲的时候，利希尔没有逃跑，也没有祈祷。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风口，由于大家正处在极度焦虑中，这时候兜售邪能作为防护手段，简直是降维打击。他的公关话术是他宣称自己的走私活动是为了让人民免受风暴之害。至于从中赚取的巨额暴利，他管那叫一个喜闻乐见的意外。这就好比你家楼下水管爆了，淹了半条街，大哥开着皮卡过来卖高价救生圈，嘴里喊着我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结果救生圈是二手的，充气还得另外加钱。最后他开着皮卡走的时候，车兜里装满了各家的保险箱。利希尔的战斗风格极其讲究效率和选择压力，每个技能都透着一股子黑心老板的算计。古尔丹之指这一招的精髓就是堆量，他用邪能魔法轰炸，然后从冲击点涌出一堆野生小鬼，嗷嗷叫着烧你。利希尔的管理之道就是不需要每个小弟都强，但要有数量，有压迫感，要让战场充满变量。
史诗难度下，他还会召唤地狱火。地狱火缓慢但强大，附带的献祭光环每2秒对附近敌人造成火焰伤害，且会锁定玩家。这种机制设计有一种非常有哲学意味的压迫感。它不快，但它永远不会忘记你。战斗中，利希尔最具战略纵深的技能是灾厄浪潮，这是他的核心 KPI。他先用邪能护盾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一波邪能火焰扫过去，不仅会造成火焰伤害，还会挂一个长达1分钟的100%火焰异伤。1分钟在游戏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惩罚窗口，属于把你变成一串行走的烤肉，还是刷了双倍辣酱的那种。更绝的是，这道波扫过的召唤恶魔还会触发灾厄强化，急速提高100%。这一举两得的手段，简直是在惩罚对手的同时，顺便给员工发了笔奖金。恶魔传送门是他的位移工具，也是战场上少见的双向机制。利希尔用它逃脱，玩家用它穿越灾厄浪潮的封锁。穿过传送门的玩家可以免疫初始冲击和火焰异伤效果，这意味着利希尔在逃跑的同时，客观上给玩家留了一条出路。这点令人费解的有限度的慷慨，不就是那种先往你车胎底下撒钉子，然后在路边举着补胎20块牌子的老头吗？他补完胎还冲你乐，慢走啊，前面还有钉子。混乱之剑是他的直接输出手段，可中断，但若未被打断，则对随机目标造成大量伤害，反应迟钝者必接受惩罚。灼热邪焰则让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移动的伤害源，每秒对周围辐射火焰伤害，在近距离范围内制造一个不宜久战的个人空间。综合来看，利希尔劲怒是一个层次极为丰富的对手，他有战场管理能力，能用一道浪潮同时惩罚敌人，强化自己的部下。他还有空间控制能力，传送门、召唤物与直接输出共同构建出一个让对手始终处于选择压力下的战场环境。他不是那种靠蛮力压制的首领，他是那种让你在每一步决策里都感到被动的首领。这种人在密谋小径做走私，多少是屈才了。在银月城那条充斥着邪能味的密谋小径里，暴雪给玩家们安排的不仅仅是一个副本，而是一套硬核的黑色经济产业链。4位首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把非法走私干出了跨国企业的派头。顶层设计师是利希尔劲怒，这位大姐负责战略定力和意识形态，她最擅长的就是把走私包装成慈善，把牟利包装成救世。中层运营官是赞恩任杯，这位负责物流管理，他的信条很简单，货要送到，人不听话就得死。他确保了组织的纪律性，是那个把执行力刻在子弹上的狠角色。技术骨干是凯斯西亚魔力之心，魔导师出身，把专业技能全部点在了非法灌注和走私网络维护上，是一个沉没成本太高，已经彻底无法回头的技术专家。外包安保是歼灭者萨祖克斯，这位大哥最纯粹，他不需要股份，也不需要升职加薪，仅仅是因为热爱这份破坏工作，才跟这帮投机分子签了外包合同。这4个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分工清晰、职能互补的走私团伙。有人负责想，有人负责说，有人负责运，有人负责打。密谋小径在组织架构设计上的合理性，远超它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这些首领打架时的招数，全是从他们的岗位职责里延伸出来的。赞恩任杯因为管物流，所以他打架时随地扔快递，让玩家躲在违禁品后面当掩体。凯斯提亚因为搞技术，所以他用镜像、护盾和宠物控制来修操作。萨祖克斯作为安保，则完全没有修辞，怒气满了就爆发，战斧扔出去继续加班。利希尔作为顶层设计者，他的战斗最具战略纵深，又是放火又是开门，还要给部下发加速奖金，逼着你在压力下做决策。密谋小径是一个罕见地把世界观建构和战斗设计统一在同一条逻辑线上的副本。他的走私故事不是背景板，它直接影响了每个首领的战斗风格、叙事重量和技能构成。打完这4个首领，你会发现一个很朴素的真理：这条街之所以难搞，是因为没有人是被迫的。4个首领各有性格，各有缺陷，各有其在这条产业链上无法被替代的位置。他们不是随机拼凑的战斗关卡，他们是一个运转中的黑色组织的4个截面。每个首领都在这套体系里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